众所周知 ，YouTube 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视频分享平台，在其上我们可以发现数之不尽的视频标签，旅行、教育、娱乐、历史、文化，每一个标签都代表着一片广袤无垠的内容海洋，涵盖着无数故事与知识。而在历史标签下，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故事，一个关于皇权、尊严与民国历史转折点的故事。如果我们回到了1924年，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，中国，一个曾经的大帝国，正在经历深重的变革。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宣告成立，但各地仍然是军阀割据，各大军阀之间争斗不断。在这背景下，直系军阀冯玉祥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他的名字与中华民国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，更是与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命运交织在一起。紫禁城位于北京市中心，曾经是中国的皇家宫殿，见证了明清两代的辉煌。然而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，它已经不再是皇帝的居所，而是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。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含义。作为清朝的末代皇帝，他曾经拥有着整个中华的尊严和权力，但在清朝灭亡后，他的地位变得十分尴尬。他既不是真正的统治者，也不再是无上的皇帝，只是一个居住在紫禁城的退位君主。而在1924年，当冯玉祥的军队进驻北京，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冯玉祥决定驱逐溥仪出紫禁城，这意味着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，也就是曾经的天子，被迫离开了他的皇宫，开始了流亡生活。这一决策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动机和利益纠葛，但无论如何，它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。当然，这个故事在 YouTube 的历史标签下只是冰山一角，但它充分展现了历史的魅力和深度，也再次证明了每一个标签背后都隐藏着令人震撼的故事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这段历史，探讨冯玉祥和溥仪之间的关系，以及这一事件对于中华民国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。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，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，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你点赞和订阅，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。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谢谢你。深入了解这段历史，我们需要先回溯到冯玉祥的早年经历。冯玉祥，字铁夫，生于1874年，自幼即步入军旅。他的早年经历与众不同，既涉足政治，又多次征战沙场。从参与义和团运动到建立起铁军之称的直系部队，他的名字与中国早期的军事和政治历史紧密相连。尽管他多次试图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和改革，但他也面临着各种挑战，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，就是如何处理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关系。溥仪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。他在3岁时被慈禧太后选为清朝的新皇帝，但在他6岁时，清朝便宣告灭亡。尽管如此，他在早年仍生活在紫禁城内，保持着名义上的皇帝地位。他的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困惑，从小就被围绕在权力和尊严的斗争之中。当冯玉祥的军队于1924年进入北京，紫禁城的命运也发生了变革。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，冯玉祥决定驱逐溥仪出紫禁城。但这一决策背后的原因却并不简单。冯玉祥意识到，要想真正结束清朝的残余影响并确立新的政权，他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。此外，他还希望通过此举，向国际展示中华民国的决心和统一。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后，生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。他从一个被尊敬的皇帝，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，不得不面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困境。他的生活轨迹与冯玉祥的政治野心交织在一起，两人的命运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紧密相连。然而，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。尽管冯玉祥在当时做出了他认为正确的决策，但这也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。溥仪的流亡生活以及他后来在满洲国的角色，都与这次被驱逐出紫禁城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转折。当我们回首那段特殊的时代，
无论是冯玉祥的政治抱负，还是溥仪的命运波折，都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独特视角。在接下来的部分中，我们将进一步挖掘这段历史的更多细节，为大家展现一个更为完整的画面。在深入探索这段历史时，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些背后的力量，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了冯玉祥和溥仪的决策和命运。首先，当时的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内部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20世纪初，尽管清朝已经灭亡，但国际列强仍然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，试图在这块土地上争夺利益。这也是为什么冯玉祥需要展现出坚定和统一的形象，以向外界传达中华民国不容侵犯的决心。而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，也部分反映了这种要求国家重新定义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压力。其次，社会文化的转变也在悄悄发生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传统的君主制在中国逐渐失去了它的魅力。新的思潮和文化运动，如五四运动，都在呼吁建立一个现代、进步和民主的国家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溥仪的存在对于中华民国来说已经变得多余了，他的去留成为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。冯玉祥的决策也并不是孤立无援的，他身边有一批亲信和顾问，他们为他提供了有关如何处理溥仪问题的建议，而在背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交易和协议，这些都影响了他的最终决定。可以说，这一事件并非单纯是个人意志的体现，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。至于溥仪，他的后半生也同样充满了戏剧性。被驱逐出紫禁城后，他不得不寻找一个新的归宿。他曾试图在天津建立一个新的生活，但是随着满洲国的建立，他又一次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。虽然他在满洲国成为了皇帝，但他的地位和权力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，他成为了一个名义上的傀儡。在二战结束后，溥仪被俘并被送回中国接受审判。在此后的岁月里，他尝试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最终在北京度过了他的余生。回首这段历史，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谁是英雄，谁是罪人。冯玉祥和溥仪都是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，他们的决策和行为都受到了种种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，但他们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，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历史和文化。最后，希望通过这次的探索，我们能够更加珍惜和了解我们的历史，从中汲取智慧和教训，为我们的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和平的世界。